哎呦，你可终于来看我来了！要不是你的义孙女救了我的命，咱们姑嫂之间啊，早就天人永隔了。皇嫂，您福寿安康，绝对长命百岁。哎呦，那都是一些骗人的话。以我这个年龄，是见一天少一天了。启禀太后，永慈郡主在殿外候旨待宣。婉儿到我这儿来，还要听宣吗？快让她进来。是。你看看这些人，把事情越发的办迂腐了。太后万福金安，祖母吉祥安康。免礼啦，快起来起来。谢太后。来，我看看，进京这么些日子，真是越发的好看了。怎么样，宁儿，她听话吗？小七有真正的保护好你吗？他们都好得很，对我没有半点轻忽。我看您气色倒是越来越好了。我这些日子时常向宁儿打听，她说家中报信，您安然无恙，我这才放心。那是因为你贴心。我就知道，所有关心我的那些信，肯定不会出自于宁儿。我告诉你，宁儿这个猴崽子，他只要一出了安阳侯府，哎呀，他就恨不得飞到天上去，自由自在，哪儿还记得我这个老祖母呢？祖母，宁儿也是日日挂念着您呢。那些问候的书信，都是我们姐妹俩的孝心。知道，都是小心啊。来，坐。大长公主，太后该服药了。哦，你们都有孝心，你看看我的孝心也来了。皇祖母的药向来都是小婉儿亲自查看，从药材到煎煮火候都盯着，连药渣都次次查看，可小心了。这就对了呀，有婉儿这份谨慎，皇嫂必定早日康健。来，太后。我还是觉得红糖比较好吃，一直是陈嬷嬷不给我吃，是诚心欺负我。哎呀，皇嫂，你就听听婉儿的话吧，别像小孩一般的胡闹啊！好，小时候啊，总让他们听话，现在我们老了，是不是也该听话了？是，皇嫂，还是您教导的好。当今圣上真是孝顺之极呀，日日请安，风雨无阻。圣上是很孝顺，只是他日日忙于政务，实在是操劳啊。圣上勤政爱民，是社稷之福啊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小九，怎么了？启禀太后，小殿下不小心把墨水洒在衣服上了。没事了，翠哥，我带你去更衣可好？来，我陪随哥去更衣。快去吧。走。这小九怎么还没好啊？宫里的孩子想顺顺利利的长大，真不易呀。
这小鸟是殿下的。看着不像是鸟贩豢养，可是那是抓过来的。我不明白，别人抓的。可我还是不懂，要不，殿下直接告诉我，我保证不跟别人说。没事，咱们不想说就不说。我抓的。那你猜，这小鸟待在笼子里，它开心吗？它是只野鸟，离开了母亲，离开了天空，没有了自由，它待在里面当然不开心了。他又不会说话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开心？它哪儿都去不了，怎么可能会开心呢？要不我们把它放了，让它自由自在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随儿很乖，只是不善言谈。没想到，永慈倒是与随儿能聊上几句。九殿下天资聪慧，只要稍加耐心就好。辛苦你了，我先去给太后请安。九殿下，不如我们去看看那小鸟飞去哪儿了，可好？好。走。你们可算回来了。适才太后听太子哥哥说随哥肯开口说话了，乐得一刻也坐不住，一直问你们呢。快去。皇祖母。哎呦，你叫皇祖母了？哎呀，可真乖。随哥，要不然你先去跟妮儿姐姐玩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就去找你。走吧。小心一点啊。走。小九的病真的好转了。随哥的病是惊恐过度导致的情志郁结，推拿用药只能缓解一时，之后恐有反复。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心结不除，恐难恢复如初。唉，这孩子亲眼看到他的母妃被人杀害，哪能不落下病根呢？小九跟你亲近，也算你们有缘分。你要是愿意，我就把他托付给你，无论如何都要打开他的心结。今晚定不辜负太后所托。行了行了，婉儿这不都答应了吗？皇嫂，去坐。唉，坐。哎，小七来了。皇祖母亲安，姑祖母安。和圣上议完事了，快坐下喝口茶。孙儿此次不宜久留，孙儿是来接永慈郡主出宫的。出什么事了？京城又出了命案，圣上钦点永慈郡主协助刑部断案。这事都惊动了圣上，看来案子不小啊。那婉儿不会有什么事吧？皇祖母放心，我定会护婉儿周全。
还护他周全呢。你若能护他周全，怎么能出北戴公主那档子事儿呢？那次是孙儿的错，孙儿一时不察，才让永慈涉险，再也没有下次了。我就不信你。那如果万一，受苦的可是我们婉儿啊！祖母，我不苦。行了行了，看来是我们2个老婆子多事了。行了，去吧。是。等等，小七，婉儿可是你带走的，她要是少了1根头发，我可为你试问的。皇祖母放心，姑祖母放心。你看看，这个小七呀，就这么拐走了。我正准备要帮婉儿去物色一个骑马，性子绵软的，会疼人的。你说，这小七的性子，他能疼婉儿吗？这不遭罪吗？行了，不吃不聋不做家翁。他们2个既然不跟咱们说实话，咱们全当不知道。等他们2个着急了，自然会找我们的。不着急，听我的。昨晚更夫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尸首，全身赤裸，死状甚是可怖。但是这行凶之人手脚甚是干净，现场除了一些血迹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。方伯在初检之时也未能有所发现。这条暗巷虽远离主街，却连接着诸多的小巷民宅。行凶人想绕到这儿，必定会经过其中的巷道。可有人见过形迹可疑之人？属下已着人排查，除了昨晚的更夫之外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。人血颜色不会如此暗沉，像是掺杂了什么其他的东西，但是含量太少，看不出是泥沙还是什么。血迹这么少，行凶之地定在别处。我们去周围看看。这是何处？凤栖楼，京城有名的花楼。哦，那彩旗是花楼特有的标志，我没有去过，我一看就知道这个。这后有酒肆，前有花楼，喝醉了来此小巷方便的阿扎之人甚多。先去看看尸身再说。殿下，下官见过君主。该叫九先生。这未免有所不敬吧？郑夫人不必多虑，想必九先生也不是那等拘泥之人，如此称呼，在外行事，也是为了更为方便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九先生。不知这位上官该如何称呼？这位是李四卿。李四卿，这位是九先生，之前在豫州未能引荐，这次算是补上。之前就有听闻过李四卿的事迹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初次见面便知我性喜随意，实在佩服。九先生别客气了，此番尸身死状凄惨，败坏严重，快去看看吧。眼下尚在春寒，尸身为何败坏严重？因为死者的皮肤全都被人剥去了。生莲。这尸身送到的时候，
我就命人家冰盆保存。可是眼见着还是迅速败坏下去，确实败坏严重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狠毒的手段。你说的没错，行凶之地的确另有他处。如此程度的外伤，受害人死前必大量失血。在下也不曾见过如此模样，请九先生赐教。皮肤是保护肉身的最大屏障，没了这层皮，血肉暴露在外，便会招致病气蝇虫，加快腐烂速度，这也是外伤容易破溃的缘故。记：剥皮案2件，受害人剥皮男尸。出去吧，我来。郑副爷，我七哥在哪儿？记：死者为男性，身长为5尺半，下颌被卸下，应是防止受害人说话或自尽。全身皮肤皆被剥掉，创面都已败坏，以致面容无法辨认。根据牙齿和骨节的生长程度来看，死者应是刚籍贯不久。年纪轻轻便遭此祸事，看来许是流连烟花之地的报应。我以为李思清身为刑官，应懂得谨言慎行的道理。口鼻内无迷烟等异物，后脑有轻微凹陷，像是被钝物击打所致。此等程度的棍击，只会使人昏迷，应是行凶人制服受害人的手段。对。记：死者大腿根部有细长条切割伤，深2分，未伤及血脉。从刀口走下来看，行凶人应是用一把削薄锋利的小刀，从此处下刀剥掉人皮。每隔2尺许，便有几处层叠的浅伤，像是连下几刀才削去一片，应是持刀人手腕疲惫所致。持刀人应是个身体瘦弱之人。记：受害人全身无可见致命外伤，失血虽多，却不致死，疑是因剥皮过程中疼痛过甚，引发心急而亡。九先生，你是说，死者被剥皮时还活着？死者身上的创口全部呈收缩状，只有人在活着的时候受伤，皮肉才会有这种反应。这死者岂不是活活疼死的？难道是冤离？不可能！不，与史上凌迟处刑同理。只要施行人的手段足够高超，便可以在最后致命一刀之前，令受刑人欲死不能，甚至还会喂一些强心的药剂。此案中，受害人是否被喂药，还需剖检之后才可知晓。但尸身创面的颜色和腐坏程度一致，剥皮时间应不超过2刻钟至半个时辰。这个时间段连续剥皮，
受害人的痛苦最为强烈，行凶人定有一处避人耳目的地方，才可不受打扰的完成整个杀人过程。在下活了这么久，如此残忍之手段，真是头一遭见。行凶人用剥皮手法将人虐杀，手段残忍，受害人极度痛苦。行凶人事后还能谨慎地将抛尸之处处理干净，可见心性残忍异于常人。方伯，水银珠，尸身上可有朱砂？应是受害人被剥皮时，躺卧的地方有朱砂。排夫在。劳烦展捕头去请个画师来为死者画像，以便寻人。这皮都没了，怎么画呀？若是有善画人像的画师，应该可以根据死者脸面的骨骼轮廓描摹下来。京城倒是有位画家叫宁不易，画技尚可，常给府衙帮忙。我这就叫人去找他。你叫白风去做什么？这朱砂可有不妥？我在沈公留下的卷宗当中，看到过6年前的观音镇杀人案。那次杀人案一共有3名受害者，每名受害者的尸身周围都布满了朱砂，还有用铅粉笔绘制的黑色无意花。黑色无意花？主宰，郡主，找到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是当年3名受害者的验状，虽然粗糙，但也可堪一二。当年的嫌犯已被抓捕，可是因沈公出事之后，他所批注的卷宗都被搜检一空，所以无法判断，到底为何要将观音镇杀人案列为疑案。剥皮致死，拔舌致死，断指冻死，剥皮。朱砂，我爹不会无故把观音镇的案子归为疑案。看来，那行凶人未必就是真凶。若此案真与观音镇有关，莫非是那真凶又要在京城作案了？但也不排除是有人借此案的名头扰乱民心。但不管是哪种可能，如若我们不尽快抓到剥皮案的真凶，恐怕还有更多的受害者。那凶嫌可还活着？还活着，只是拒不认罪。也正因此案被列为疑案，所以他一直在大牢里面羁押待斩。我想让你见见他。好，今晚就可以。我立马安排。这位是画师宁不易。宁画师，快见过世子殿下和永慈郡主。殿下，郡主，随我来。
画师真是精着了，之前从未见过他有如此失态。郡主殿下，实在抱歉，在下从未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，一时没认出。然而我已见笑了。常人第一次见到尸身，难免会有不适，辛苦宁画师了。若有不适，也不急于一时，明日再画亦可。多谢二位体恤。在下虽内心惶恐，但也希望为政府引断案，能出一些微薄之力。那就有劳了。世子殿下，那个就是算命术士张栋玄。张瞎子，快起来，有贵人问你话。哟，你这装死还装上瘾了？我让你装，我让……大人饶命，小的知错了。出去。是。若非沈公将你的案归为一案，就算缺少口供，5年前你也该斩首示众了。如今，你可想活命？沈四清都已经死了，我还能够再活几天呢？若有个人和沈公一样厉害，能还你清白，你可愿一试？我掐指一算，那个人肯定不是你。你只要知道有个人可以帮你就行。晚间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一些。我又掐指一算，那个人还是个女子。我在这牢里啊，吃的是馊饭冷食，穿的是破衣烂衫，就算是想帮贵人，也无力开口啊。你是在向我讨好处吗？说真想活命，就少动些歪心思。我若想活命，你又不是世子，如何能够让我活呀？你怎知他不是世子？听出来的。刚才你们2人进来之时，他在问话，而世子却在旁边走动着。如果他是世子，你是手下，那他如何敢在你问话之时随意走动呢？但你可知我们因何而来？世子殿下对我的死活比我自己还要看重，莫非是晓得我时来运转了？给我好好说话！头儿，能否改明日喝酒？天相楼小翠还等着我呢。这些时日不太平，你小心别也被扒光了皮。不能吧？难怪你可以耍无赖，原来在这大牢之中，你也可以消息灵通啊！在这大牢5年里，每天就听着这些只言片语和小道消息，只不过这里阴冷潮湿，馊饭冷食。那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吃冰糖炖肘子。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听说京城出了和观音镇一模一样的案子，世子殿下恐怕比我还要心急吧？好啊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。世子殿下，冰糖炖肘子要趁热吃才能吃出香糯软烂来啊！冰糖炖肘子，冰糖炖肘子。这位娘子，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画的，这像人吗？不像吗？
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严离不会出事的，一定不会的。他有9条命呢，我一定能找到他。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见过他吗？没见过。见过他吗？没见过。记，死者胸腹鼻腔气管内无明显异物，肝肾无毒物反应，但死者在被掳走前曾大量饮酒。心脏无破损，但色泽苍白，符合疼痛致闭气昏厥，心脏因缺血而骤停身亡。果然是活活疼死的。即，胃中尚有食物残留，最后一餐距死亡时间应在2个时辰。根据食物残渣可以看出，最后一餐吃的是螃蟹。这时节蟹虽少，但是一些大酒楼会给富贵人家备着，可要搜检全城的酒楼。不可，圣上特地叮嘱，此事关乎经济安防，万不可惊扰百姓，引起恐慌。可能辨出是炒蟹还是蒸蟹。有何不同？发现尸首时，死亡时间不超过2个时辰，说明凶手剥皮地点与抛尸、绑架地点不会离得太远。而那抛尸的暗巷前有酒楼，后有凤栖楼，那酒楼擅长做炒蟹，而凤栖楼蒸蟹远近闻名。年纪轻轻就不学好。朋友们应酬去一趟酒楼怎么了？况且，那个蒸蟹是燕离告诉我的。那就年纪轻轻都不学好。胃中没有重量残留，是清蒸蟹。是。贾捕头，速去凤栖楼查一查案发当日下午及晚上有哪些客人点过那蒸蟹。是。九先生推案鞭辟入里，不禁令下官想起一个人。何人？正是下官的恩师，尊讳沈毅沈公。九先生勘验时眉眼间的肃穆，与下官的恩师勘验时的风采如出一辙。我本以为九先生的勘验之术无人能及，若是沈公尚在，或许还能切磋一番。是下官唐突了，圣上还在等着下官回话，告辞了。李大人慢走。我们去刑部大牢。这么着急？他既说我与沈公有几分相像，那我便要尽快了结沈公留下的遗案，才能不负这一荣耀。我觉得李慕云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。兵法上有一计叫打草惊蛇，他从未见过你，就算在勘验的时候怀疑你，他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但若你当真，反倒中了他的试探。我险些因小失大，行事还是沉不住气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换作是我，早就一刀把他杀了，酿成大祸。你才不会呢！你是我见过行事最谨慎的人，从来不会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。但此番回京，我没把握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可是因为你父王，他不听我的，谈何把握？现在我担心的是晋王兄和沈公的案子，我去刑部找他们的卷宗，竟然全被封存了起来。看来此事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。
我今日见到李慕云提起我爹时的神情，竟毫无愧色，只觉得他厚颜无耻，甚觉气愤。可现在想起来，他若真的问心无愧呢？若他真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若我父亲他真的忘记我，婉儿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咱们刚回来，先要在刑部立好脚跟才好行事。你信我，真相早晚有一天会水落石出。咱们就一步一步，慢慢的查。求殿下现在已经能说话了，等他情势稳定下来，我再问问他，是否记得当年瑾妃的事。好了，不要想这些了。你累了这些天要好好休息。到了刑部大牢，可不是能舒服问话的地方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这边，这玩不动了，你们来接住我喽！来了，公子。舒服，来帮我再捏捏肩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们接住我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是哪个王八蛋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就把他给废！就是你这个王八蛋！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我怎么就死了呢？前日，凤栖楼有个人被害死了，死得特别惨。所以，你就以为那个人是我？我一直在找你，我去了凤栖楼、叶王府，我哪儿都找不到你。我听说七哥在查案，我就赶紧过去了。结果，小婉儿刚好在验尸，那身量真的很像你。真的很像你，就算不是你，可能官差说死者天天流连烟花之地，万一下一个是你怎么办？万一你真死了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若真死了，送葬的队伍一定让你站最前头。好啊，我不但要站最前头，我还帮你摔牌打分，好不好？漫漫一生旅行，从没能定义相逢的意义。故事未结局，眼泪也不是唯一。把爱别走，宁儿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在乎我的生死。你要真走了，就再没有人这么在乎我了。把爱酿成秘密，藏心底。若你解开谜底，和你一起走完整。你放心，我一辈子都是今生的朋友。手机擦肩的光阴，等我老去，再慢慢回忆。无论生死，一辈子都是今生的朋友。
走完这旅行。是何人扰张仙人我清修啊？张栋玄，你是想继续吃冰糖肘子，还是在这死牢当中等着斩立决？才吃一顿肘子就进这药厂，世子殿下未免也太不大方了。只要你知无不言，我保证，你每天都有羊肘吃。果然是女子，小世子，我张仙人灵验吗？你不过是因为让你洗干净再见人，你便推测来者爱结，必是女子。非也非也，这世上何止女子爱结，贵人们哪个不爱结呀？且京中盛传，世子殿下不近人情，他专程来监牢吩咐你梳洗干净，再出来见人，可见是他敬重之人。除了太后、圣上和瑞王，能让他如此用心的，只有他心仪的女子了。我说的对吗？永慈郡主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我还有个本事，张相士可能推断出来。你这个小女子的心，怎么比那个世子还要狠毒啊？张相士还不肯露出真容吗？我靠这一招行走江湖多年，无人识破。小郡主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虽知道要用耳朵去找说话的人，但稍加留心便看得出来，你能感知到光影的变化。奉劝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藏头术了，对眼周经络不好，用久了会伤及目力。连藏头术你都知道，药王谷的传人果然是有几分本事啊！你既知道永慈郡主出身药王谷，那你就应该明白，这世间也只有他能够为你洗清冤名。那你们得先告诉我，这京城剥皮案的凶案现场是否会有黑色无意花的图案呢？眼下尚未找到凶案现场，但是抛尸处和尸身上却有少量朱砂。还有其他类似的案子吗？仅此一案，与观音镇案相仿。才死了一个人，你们找我干什么呀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，等再死了人再说。张栋玄，你因此捞些好处无碍大局，可若是儿戏人命，你就等着死在这大牢。你连凶案现场都没有找到，怎么能够抓住真凶啊？再说了，才死了一个人，怎么就能和观音镇有关了？得找出类似的新案，才能和旧案相关联吧？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，等着无辜的人继续惨死吗？我们不仅要查案，更要止杀。只有事先知晓行凶人的谋划，才有机会救出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得到一具具尸首。小郡主，你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吧。6年前，你为何会卷入观音镇那3起案子？你可知当初沈四清为何认为我并非真凶吗？因为在命案发生之前，我几乎就已经是个废人了。参见陛下。儿臣见过父皇。
金樱翠萼带春寒，黄色花中有几般。凭君语向游人道，莫作慢惊。哼，花眼看。好啊，不知太子眼中谁是迎春，谁又是慢惊啊？回禀父皇，儿臣今日游园时，见满园花树，独迎春敢与红梅争艳，一时兴起，便将前人的诗提了上去，实未多做他想。既然太子已经有了游园的闲情，那想必骇人听闻的剥皮案已见分晓了。七弟与永慈已奉旨前去看你验。可知他们人在何处？应尚在勘验。剥皮案的卷宗，你可亲自看过？儿臣正欲明日。又是明日！哼，好一个明日啊！就在你今日游园作画、焚香抚琴之时，七郎已在卷宗中发现了端倪。此时正与永慈在刑部大牢提审那观音镇的嫌犯。儿臣正因你身为储君，朕才将京畿安防交由你来主理。如今这城内一连出了3桩大案，你还敢如此懈怠，真是天为太子！父皇息怒，儿臣知错了。哼，你既这般看不上朕交代你的差事，那就在宫中好好做你的文人雅士吧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求父皇再给儿臣一次机会，儿臣日后定会用心办差。哎，殿下，命中靶心！殿下真是百发百中啊，好剑术！你说本王和燕老七，谁的剑术更高一些？我也没见过燕世子射箭。哦，但论剑术，自然是殿下最高。这个燕七，最是肚里能藏剑的，不动真章，测不出他的深浅来。殿下不必担心，军务中人历来是靠军功说话。燕世子既然领了刑部的任命，那用不了多久，朔溪军中就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。到那个时候，殿下您定然能取而代之。殿下，贵妃传信出来，姑母可是有要事向殿下交代。告诉来人，就说我知道了，让母妃少操些心，伺候好父皇就是。是。哎，殿下，这姑母也是关心则乱嘛。啊？太子被圣上圈禁了，京兆府的差事恐怕也保不住了。姑母该不会是想让殿下征太子京兆府的差事吧？后宫的女人眼中只有那个位置，本王才没有那么蠢。父皇精明强悍又春秋鼎盛，若我动了不该动的心思，只怕第一个被收拾的人就是我。不过本王倒是小瞧了秦九的丫头，原来助太子破了民女案的仵作高手就是她。殿下，她再有本事，也就是个女子，只要失了名节，她还敢抛头露面？到那个时候，那燕池自然就失了助力。法子不错，不过切记不可轻举妄动。父皇和老七对他十分看重，务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动手。是。今晚有意思。彻儿，出去！上师，母，儿臣让你失望了。你是一国储君，不可动辄发此哀声。
我不再是一国储君。父皇说我忝为太子，不配再做储君。胡说！圣上只是一时激怒之意，何尝有过废立之意？母后，我从来都不是父皇心目中的太子人选。如果不是礼法所限，父皇早就废了我。没有如果。你是堂堂正宫之子，论嫡论贤，太子之位都该是你的。只要你用心办差，谁都不能撼动你的太子之位，即便是你父皇也不可以。母后，与其让父皇一再失望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急流勇退。他等你了吗？我真的不喜欢那些差事。可是，从你出生那刻起，你便由不得自己喜不喜欢。你以为不做太子，还可以做个闲散王爷吗？自古以来，废太子的下场只有死。我不想听。好，你不想做太子是吧？来，母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先杀了我！你疯了吗？杀！母后，你疯了吗？母后，你做不到是吧？那就安心做好你的太子，直到你登上皇位的那一天。为了天下人，你必须坐上那个位置。上4节就要给你指挥，这之前，圣上定会检问你的进度。你安心办好你的差事，千万别再闹出这种授人以柄的笑话。儿臣知道。伤口周围皮肉收缩严重，以致血脉不畅，左胸筋肉已经萎缩，距今已有5年以上。我被抓时就已经有了这个伤疤，案卷中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行凶人关了起来。以这疤痕的长度和深度，已经伤及左臂经络，他的确无法完成剥皮这么复杂的杀人手法。那若他只是谋划，行凶者另有其人呢？你小子什么意思啊？之前好吃好喝的哄我说是要给我翻案，现在看了我这个伤疤，怎么反倒凭空捏造出我有同伙了呢？你若是无辜，为何要装盲人？我不装瞎怎么能让别人信我国一得天机？怎么混口饭吃啊？那你为何进了刑部大牢还要继续装？我目不能视，还让人当我是嫌犯。如果我能看见了，不就更没有人信我了呀？原来沈公是受你蒙骗才愿意替你翻案的。你放屁！沈四清明察秋毫，正是因为他发现卷宗之中有众多关键不同，才找我问话，还亲自去观音镇查证，确认我所言属实，才说结案存疑。你好好的去看看沈四清的笔录卷宗吧，否则休要来打扰我。可惜，沈公所有亲自做的笔录都已不见。无人知晓他在观音镇发现了什么，更不知为何会把你的案子列为疑案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找到京城剥皮案的真凶，才能重审观音镇杀人案。若你能帮助我们抓住真凶，我定会为你洗清冤屈。你可知，当初我为何成为杀人嫌犯吗？之前卷宗上说，
观音镇3宗杀人案的受害者，都曾找你推算过八字。是，我哪里知道，这一切成了大祸的开始。5年前，我在道观旁边摆摊，恰与兄弟2人与香客发生争执，谁知那弟弟受了伤，瘫了半边身子。后来我去探望这个弟弟，却发现他的家产尽数被他的兄长霸占。我劝他兄长顾念手足之情，他兄长却恼我拆穿了他的阴谋，将我赶了出去。你敢打我？你怎么了？有事是吧？打！没过几天，他兄长便被剥皮抛尸在我那草屋门口。我连夜逃离道观，搬到乡下。那兄长的死既与你无关，你为何要跑？案卷中可曾提到过天道社？提到了。当年观音镇的主簿特地在卷宗当中注明，除了你，无人知晓天道社。果然如此。这天道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天道社取的是替天行道之意，行的是惩奸除恶之事。入社之人必须立下血誓，承诺此生务要除尽天下作恶之人、不公之事。如要退社，必须要割下心头血肉，以抵偿毁诺的罪过，方可离开。所以你胸口的伤，是为退社所受？都是我自己造的孽呀！当初我以为舍掉这点血肉便可脱身，可是直到看到那兄长的死法，我便知道他因我被天道社给盯上了，按离间骨肉之罪，判了剥皮之刑，把他的尸身扔到我的草屋门口，便是警告我不得泄露天道社的消息。这世上只有律法可以惩其罪施其罚，天道社凭什么滥用私刑？我年轻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些呀？原本我的家中甚是富裕，直到一位员外看中我家的笔墨铺子，伙同众多的泼皮无赖，生生地打死我爹，逼着我娘用一根麻绳悬梁自尽。可你为何不报官？报了，我倾尽钱财打点官府，可到头来官府却说是查无实据，反过来诉我一个诬告。原来那个员外早就把县衙里的人都喂饱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种贪赃枉法之人，迟早会被诛灭殆尽。小姑娘竟然和沈四清的说法是一般无二啊！什么小姑娘？你当尊称一声九先生？当初沈四清都未让我称他为先生，让我称你为九先生，你得有几分真本事吧？好说。我看张相士不是坐以待毙之人，却为何任由那员外反咬一口？当初我已无计可施，正准备出逃时，碰到一个老丈，他说若想报仇就跟着他走。心怀愤恨的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天道社。我原以为那就是曹帮一样的帮会，结果他们却是要训练杀手，按照自定的刑罚杀人害命啊！天道社规矩森严，除了引荐我的老丈，我没有见过任何人的真面目，更不知道社堂的具体地点。
我醒来之后，就天天想着如何逃离这个要命的鬼地方。眼见我的老丈心软，便告诉我割肉还血的退社规矩。可是直到退社那日，我才知道，眼见我的老丈要一起割下心头肉。张相士今日辛苦了，一会儿狱卒会送些糖水过来，你喝完好好休息吧。破皮跋涉，难道他们真的到了京城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以后就买这家的。好。等一下。啊？主子，郡主。今晚我想去你府上住。去我那儿？啊！眼下我也回不了宫，现在回中永侯府，恐怕又要拉着一番弯话。去你那儿，总不会有人传闲话吧？不会，我们府上有二门，马车直接到那儿，没有人知道是你与我一起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家郡主是姑娘家，怎能随意到男子家借宿？郡主的规矩重于泰山，不能有一丝受损。人命才重于泰山呢。詹姆头现在正在查找受害人的身份，麻烦你尽快告诉他，着重要查那些家中有兄弟不和的。是，还有，回来的时候给郡主带2碗馄饨做宵夜吃。福陵，你的规矩在郡主眼中也同样重要。我先去牵马了。这小子比我还会来事。今日啊，也算有个好事，我们福陵的终身大事可算有着落。一碗馄饨就想让我点头，那也太容易了吧？走吧。你看，你的衣服也太大了。没事儿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以后我就给你备2套衣服，供你换洗用。我这要经常在外面留宿，那侯府还不得翻了天？那就要圣上赐你套宅子，你日后办案行事也都方便。这点小事，怎好劳烦圣上？其实，我倒想好一处。在哪儿？我去给你买下。我想搬到秦二叔的宅子去，离我家的老宅也近，我可以去找找父亲从前的手札，也可以去祭奠一下父母。好，那我待会儿就叫人去给你收拾屋子搬家。小婉儿，七哥，让我看看。你拉我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叫如胶似漆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又没有把他们俩撕开。郡主，殿下。哎，这是送给小婉儿的吧？我去送，我去送。啊，你现在去岂不是找揍？送个饭怎么了？给我，给我。这，哎呦，我的个姑奶奶！3、2、1。我还没吃完我那碗馄饨呢。
你吃的那碗馄饨还是我的呢。就跟你说了不要进去，你非不听。你呀，这段时间顾不上，你就带着月宁去凤栖楼鬼混是吧？啊！小宁能作证啊！今日我可是帮了你大忙，若不是我，詹木头哪那么快找到受害人啊？这倒是真的，他今天可厉害了。我一说你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，他立刻就带我去了凤栖楼，几句话就让老鸨把那日的客人都写下来了。我跟占卜头正在想先查哪个人，正好白风说要查那些家中兄弟不和的，我一下子就把名字挑出来了。那你说说是谁呢？威远伯府四公子吴谦。威远伯可是只剩副空架子了，吴谦哪来的钱财去凤栖楼挥霍呀？唉，没有钱还有家底嘛。吴谦是威远伯的老来子，虽最不成器，但也最受宠。他先是当掉了古玩字画，又爱上了金石印章，最后当掉了几处铺子，还栽赃说三公子无余，中饱私囊，贪了公产，闹得险些分了家。威远伯府，前几日京城出了命案，府上的四公子吴谦曾在案发之地出现过，我们命人画了像，与四公子十分相似。殿下郡主所说的，可是近日闹得人心惶惶的剥皮案？正是。因为尸身损毁严重，一时难以确认身份，我们也只能从四公子近日的行踪进行排查。但此事涉及你们兄弟二人不和的传言。我兄弟之所以不和，只因四弟竟敢趁父亲病重，怂恿母亲变卖嫁妆供他挥霍。我待父亲家法行事，母亲却偏袒他，护着他，说要做什么金石张料的生意。结果，染墨画馆的人都追债追上门了，他不但没有赚钱，还欠下100两银子。四公子荒唐的名声在外，染墨画馆为何还会与他做生意？他的事，我从不过问。请坐。殿下尽管问，在下必定知无不言。宁画师可认识我四弟吴谦？自然是的，吴四公子是染墨画馆的常客。那日，官府托我给一名死者画像。没错，死的正是我四弟。我想问问宁画师，可认为我四弟是个可信之人？不如说，吴四公子认为在下是可信之人，所以才将府上的存画托于在下保管。宁画师不必为舍弟遮掩，我知道，他经常把府里的字画偷卖给你。前日贵店一名伙计曾登门要账，说舍弟欠贵店100两银子，不知可有此事？不可能，以吴四公子的性情为人，在下与他从来都是银货两讫，概不赊账。那能否劳烦宁画师把贵店的伙计都请来，也让吴三公子认认那催账的人？叫大伙过来。来，请。多谢。小店只有2位画师、2位学徒和1名杂役。没有那日催账的人。宁画师，你店里此前可还雇佣过其他人？有。吴三公子看看，可是此人？正是他。此人原来是我店中的雕刻师傅王信，后因在下发现他私下模仿贵人印章以图暴利，品行不彰，1个月前已将此人辞退。莫非四弟说金石印章的生意，竟是与这个王信联手卖假货？能做此等假冒印章生意的人，雕刻技术定然不错。若不谈奇韵境界，他的刀工确实很好。
王信讨债当晚，吴四公子便出了事。他与吴四公子又有银钱纠纷，嫌疑很大。我要这画像，就是为了发海捕公文。我饿了。今日进展不小，带你去个地方，你保准喜欢。有你的笑脸，温暖雪的夜。别看这里没有人烟，可这睡莲却开得甚好。这儿的睡莲怎么开得这么早？池塘下有一处温泉水，可以让这里的睡莲四季常开。季节，微风拂落叶，飘乱了湖面，落在心里面。一人穿过风雨多少年，此爱不曾遇见。直到你来我的世界，写下了姻缘。你送给我的今天，让未来有画面。当我贴近你，才发现此爱已连绵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我8岁那年便去了朔溪军中，父王把我丢在军营里，便万事不管。上了战场，自然就没有人把我当作孩童，总要学着如何生存下去。你小时候肯定过得很苦吧？8岁前，我被教养在太后宫中，虽无父母照拂，但有皇祖母的庇护，过得倒也不甚辛苦。反倒是去了父王身边，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听母妃的嬷嬷说，母妃生前最喜欢来的地方就是这里。父王每次思念母妃之时，也会来这里。后来我知道了，便也常来，坐在这里想象着母妃站在此处是何等模样。你母妃是如何去世的？嬷嬷说，母妃生我之时出现了血崩，缠绵了月余才走。父王那时正在回京路上，到家之时，母妃已经入土为安了。以你母妃的品节，至少应该停灵数月，可为何会下葬得这么快？不知道，从未有人提起过此事。这么想起来，的确有些奇怪。倒也不一定，以瑞王的脾气，若有不妥，他必会追究的。最后父王在母妃的墓前守了足足3个月，把襁褓中的我交给太后，便返回了朔溪。嬷嬷说，因为父王没能见上母妃最后一面，心仿佛是死了一般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多少迁怒于我。不过我也不怪他。你母妃的死和你无关，你父王总有一天会明白，你才是最无辜、最需要他疼爱的人。我有你相伴，就足够了。你说，剥皮、拔舌、冻死，这天道社施行可有规矩，还是随意责人虐杀？什么？观音镇3名受害人的验状上，死因已经写明，可我还是无法找到其中的关联。验状还在京兆府，我们即刻前往府衙看看，正好让郑白石加强巡视。走。怎么了？你特意带我来此散心，
我满脑子却想的都是安子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不解风情？我岂是如此狭隘平庸之人？你记住，这是你独有的风情，在这世上，除了我燕池，无人能消受得起。多谢殿下，殿下辛苦了。你又一夜都未合眼。我不累，我刚把昨夜商讨的几处疑点记了下来。你可是被郑府尹的鼾声吵醒了？没事，我也不累。他该上牙了。没事。谁敢？世子殿下，郑府尹真是好睡啊！殿下君主莫怪，下官失仪了。殿下一时少年心性，郑府尹可有不适？没事没事，下官正觉口中干渴。哎呀，殿下此举，对下官不啻为久旱逢甘霖，好。郑府尹筹谋巡访一事日夜操劳，不过还有一事需要郑府尹劳烦一二。说不得劳烦二字，两位有何差遣，尽管吩咐在下便是。还请郑府尹去一趟秘书省，抄录一下观音镇三庄杀人案与吴四公子被害案当日的风云气候、日月交势，以便后续案件不时之需。殿下有所不知啊，每月的瞻后记录属太史局，密奏直达御前，下官无权查看呐。听闻郑府尹与现任起居郎是莫逆之交的同科进士，不会连这点方便都不给吧？殿下放心，下官定不辱命。来，快拿本官的官袍过来。起居助理怎么会有观音镇的瞻后记录？就是给他找点事儿做，免得在这儿碍眼。你仍然怀疑张栋玄？这个天道社，除了老骗子自己的说辞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。况且，观音镇的第一个尸身是在他家门口发现的，再加上在他家中搜到的这些画，就算他无力实施杀人过程，也不能证明他毫无关系。可这些话或许也并非是他所绘，我父亲也定是在观音镇证明了他的说辞，才会相信他不是真凶。知道。那你为何还怀疑他？在没有实证之前，就是信与不信之事。你和沈公选择相信他，便有信他的查法；我不信他，便有不信他的查法。这老骗子擅长见神言神，见鬼言鬼。我只要对他保持怀疑，咱们就不会都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好，
这几张画我倒是有些想法，不如我们去问问他另2桩命案的案发细节和查案过程，说不准能有新发现。那老骗子口齿伶俐得很，一见到我就成了斗鸡，我就不陪你去了，免得干扰你问话。好。郡主今天好大的火气啊！你想知道什么，就问吧。你曾给观音镇的3位受害人都推算过，但后2位受害人的推算是在剥皮案之前还是之后？时间相隔多久？当然是之前了，我又不傻，我明明知道天道社的人已经盯上了我，我还去抛头露面给人推算，万一被他们发现了，我小命岂不是玩完了？拿上来。这些是民间传说中对恶人死后的种种惩罚，与观音镇后2位死者的死状几乎完全一样。第2位死者为休妻另娶，污蔑原配与他人有染，被拔掉舌头活活痛死，对应拔舌之刑。第3位死者不愿赡养年迈的老父，寒冬腊月将父亲赶出门冻饿而亡，被赤身绑在结冰的河面活活冻死，对应寒冰之刑。你干什么？可是如此。是。那你可知是何人将这些画藏在你家？那你怎么就知道这不是我画的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昨日我还有所怀疑，现在我可确认你有眩晕之症，连这些话都如此惧怕，更别提会杀人了。如果那些当官的知道这世上还有此病症，那我的罪行那就真洗清楚了呀。官人也非万事通晓，就连医者也可能都只是在医书上看过此症，但你也不必觉得冤枉。谁让你给那3位受害人都曾推算过？若只说是巧合，实难取信于人。我也知道这不是巧合，这3桩命案相继一出，我就知道天道社的人就没打算放过我。可是我想不明白的就是，他们为什么要嫁祸于我？难道他们就不怕我被官府的人抓去和盘托出啊？你是都说了呀，可除了沈公，还有人信吗？也是啊，他们早知道我被抓了去，也没人相信我所说的。嫁祸于你，既能遮掩罪行，无形中又消解了天道社的存在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举两得。这心情太吓人了。你可知那天道社的社主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社主很少出现，我只知道他是戴着白色面具，高高瘦瘦的挺拔男子，看不清年龄，但是声音很是稳重。那你说的黑色无意花又是什么？郡主为我洗清嫌疑，您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，我便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听到老丈说，天道社专在官衙附近寻找像我这种有冤无处诉的苦人，他本人也是受到过极大的冤屈。那黑瓣红蕊的无意花图案就是社主所创，听说这种花只有在处刑的地方才能找到，是需要人血才能够盛开的地狱之花。在处刑的地方绘上此花的图案，就是为了警醒世人，天道无存，恶行遍布人间。遍布人间？那岂不是说，只要天道社存世一日，这世间就不断会有命案发生？婉儿，邱先生，京城也出现了8神案，
果真是天道社。把人押回府衙。是。你们小心一点，不要踩踏现场。哎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这到底是不是真被拔舌头了？看清楚了，满脸是血啊！哎，前些天那边是不是还有个被扒了皮的呀？啊，这么惨，又是扒皮，又是拔舌，这得多大仇啊！我听说啊，他们都是作恶之人，所以才遭天谴的。那太吓人了，看来这荆棘之地也不安全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这京兆府要是不给咱们大家伙一个交代，老百姓大晚上谁还敢出门啊？是不是？今天必须就给我这个交代！都退后，往后退！不要再往前了！我是永慈郡主，奉旨勘验京城凶案现场，检验尸首，请大家退后，以便保护现场。哎，来了个郡主啊！这是一个女人也抛头露面了，也是。哎，这能行吗？对呀，哎，赶紧的换个胆大的男仵作来吧。我们就是想知道这死的究竟是谁，什么时候能抓住那行凶人？我们日后还能不能夜间出行啊？大家不要再急了，若是踩踏现场，损坏物证，真凶便会逍遥法外，混迹于你我当中。也许下一个惨遭横祸的便是你我亲近之人。想必大家也不想造成这样的后果吧？在下是刑部侍郎燕池，府衙会在夜间加强巡访，保证百姓的安危。至于死者的身份，待永慈郡主验尸之后，燕某自会给诸位交代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来，都退回来吧，退回来吧。来。此时正是查案的关键时期，越是耽搁时间，越不利侦破。诸位既为京畿百姓，不只享有天子脚下的繁华，也应有拱卫维护之责。是以不信谣传，不擅自行动才对。请诸位退后返家，驻京兆府办案，还京都太平。哎，来，大家往后退，往后退。感谢诸位大义，我向诸位保证，定会尽快查清此案。我来腾话，你勘验即可。郡主一个人能查清楚？根据此处的痕迹，显示曾经有人在此藏匿过，但不知是否是行凶人。有什么结果？把断舌的位置记录下来。记，死者右手无名指有茧，应是常年习字留下的痕迹。死者应是个读书人。手指扭曲，口中有大量鲜血，应是生前被活活割下舌头。黑瓣红蕊，难道是无意花？这应是千粉笔所为。砧末还有一股沉香的味道。还是上好的沉水香。见过世子殿下，永慈郡主，在下奉郑府尹之命前来为死者画像。宁花师画工了得，有劳了。郡主谬赞。之前未来的即向宁华师致谢，辛苦宁华师为无嗣公子画像。殿下言重了。
在下只是一介画匠，能为官府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也算是为护卫京城太平出些绵薄之力。请。张捕头，待宁画师画好，便贴出画像，让各街坊的保甲理政们前去义庄认尸。是。天哪，相公你死得好惨，这让我可怎么活呀？赵夫人确定认识受害人？他正是我的夫君张家胥。你为了支撑家业，早出晚归，给为夫子弟做教训。相公，赵夫人，你说赵先生是外出给人做教习？是那魏府非要我相公上完课。君超，赵夫人先请回吧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抓住行凶人。我送他。赵夫人，这边请。这边。你可是发现了什么？为何不告诉赵夫人？你看这裤子上的字迹，这是男子元阳。这些衣裤上还有一些旧迹，可见他不是外出做教习，而是与人偷情。这剥皮、拔舌，世间罕有巧合的案情竟然出现2次。若不是观音镇的元凶做的，还能是谁？你不怀疑他了？现场的图案已经模糊不清，先生可否看出，这是否与天道社的无意花相同？虽然模糊，但是颜色和大致形状是一样的。这颜色可有什么讲究？我家有支彩粉笔的秘方，这2种颜色的铅粉笔是社主专门传令命我配制的。先生可在制墨时加入了沉水香？是，所有的用料都是社里给的。那你这秘方可还给了别人？我为了早日脱离天道社，就把秘方献给了社主。那这次莫不是天道社的社主亲自动手了？这一次的凶案比之前的都残忍得多。说他们当年处刑3次就收手，是为了不引起官府的注意，但为何在蛰伏5年之后，又敢在天子脚下大肆作案？或许他们就从未蛰伏，只是转移到了京城作案。京城？为何会是京城？替天行道，天道？难道是圣上？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这些都只是猜测。不管天道社有何图谋，我们都不能继续让他们滥杀虐杀。可如今的线索和证据都太少了。你对那社主还了解多少？社主是极其看重礼法、讲究顺应天道的人，一应事宜都要按照历法应时而为。按社主的说法，乱了次第，就等于乱了天时。这么说起来，这个社主应是自视甚高又自律极严之人。他定的规矩不会朝令夕改，处刑的顺序也不会轻易改变。天道社的私刑手法是根据地狱之说演化而来，继而根据顺序去寻找受害人。观音镇与京城的第一个案子都是剥皮案，接下来是拔舌案，下一个就是寒冰案。你既擅长推算，那你是不是应该也能推演出凶案的时辰和方位？世子殿下取笑了，我就是年轻的时候看过点书籍，会些皮毛，都是靠察言观色、投其所好赚点小钱罢了。今晚这事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，
你若是能够推算出观音镇3桩杀人案的节气、时辰和方位之间的关联，我即刻送你出大牢。你是想根据这个方法推测下一次案发的时间和地点？你这老骗子！张相士所说，这社主那么讲究天时历法，那就更应该顺应天时地利。我们只要找到观音镇这几桩4星案的关窍，就可以提前有所防备。哎呀，世子殿下和郡主何时能让我离开这个大牢啊？我在这个死牢里待了5年了，什么书都没有碰过，我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以免误了大事啊！今晚，我就把张相士的病情和眩晕之症都记录下来，交给殿下。明日就送你出大牢。你是怎么想到要用张栋玄来推测案发的时辰和方位？真是神来之笔。我的都是些用人之道，你用1滴血就换了他清白，你那才是真本事。我是真心佩服你，你少花言巧语。这是观音镇的瞻后记录，明日我会交给张相士，让他看看观音镇的案子当时在天象上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。真找到了？我还以为你当时只是为了支开郑府尹呢。找是真找，支开也是真支开。还有一事，当年观音镇所属的洛州知府是李慕云。那刑部案卷上为何没有李慕云的署名？因为他从未插手此案，点出3桩命案，直接惊动了刑部，刑部就直接接手了。那我爹重审此案时的笔录和批注，莫非都是李慕云销毁的？他是在此案之后入的大理寺，按理说没这个机会。他若是在我爹出事后销毁的呢？可是此案与晋王案并无关联，李慕云没有道理多此一举。观音镇是在他治下出此大案，他不可能不知道，这其中定有关联。可究竟是什么呢？你先不要想那么多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可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头绪，哪怕有再多的麻烦，我都会陪你一起走下去。咱们一步一步，总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，也不着急这一刻。世子老是让你出去干这干那，快走吧，快走！快走！看来啊，我验尸之时，这府里是无人不晓了。他们都是一群没见识的。娘子明明是奉旨验尸，他们居然还瞧不起我们。娘子别放在心上，只管回去饱睡一觉，我去给你买好吃的，保证醒来就能吃到热乎的。看来啊，这白风是没少带你出去玩。我是为了给娘子找好东西才去的。那个可是伯娘府里的墨雨，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娘子不在府上的时候，他天天都来打探消息，我一句好话都没给他。这几日啊，把我东西收拾好，咱们就要搬走了。娘子要嫁世子啦？别胡说，谁说我要嫁给他了？不是，那不嫁人怎么能搬出去呢？女子只要自身有本事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不嫁人也能养活好自己。但是你，可想好嫁给他了？当然不行啊！娘子说过，女子要视自己为珍宝，不必强求男儿宠爱。我不做小的，就算娘子和世子殿下对我再好也不行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说的那个他呀，是白将军。娘子，走吧。怎么还不好意思了？哎呀，别说了。夫人，九娘子回来了。奴婢外出打听过了，她
他这几日奉旨查案验尸，不是在京兆府，就是在义庄，已经人尽皆知了。再奉旨验尸，也是个执剑业的坯子，以后休想再跟我的雨儿相提并论。夫人放心，奴婢让人把他碰过的东西都记下来了，待他出阁就一把火都烧了，省得晦气。就这么办。小心！你们两个趴人门口干什么？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我看那个小娘子的背影眼熟，好像是我哪个旧相好，不知是哪里的歌姬啊？凤栖楼被一个姓赵的赎身为良1年多了，养在此处当外宅。哎呀，晦气！你们男人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。赵家许的妻子那么信任他，他居然还养外宅，活该他被人拔了舌头。所以我要么不成亲，成亲了绝对不会养外宅。我绝对不能让外人占了咱家的便宜。说的倒是挺好听的，到时候谁占谁的便宜还不一定。赶紧走吧。怎么还当街调戏我呢？快把消息告诉斩捕头吧。我与郡主已经确认，京城的2桩杀人案与观音镇杀人案一脉相承。若再不启奏圣上，增派人手实施宵禁，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。可是圣上本就不想闹得京城人心惶惶，若怪罪你我张扬，我们现在手头的线索太少，若再不给行凶人制造一些作案的障碍，恐怕还没有抓到行凶人的衣角，圣上就先让你人头落地了。此事要不再跟李嗣庆商量一下？圣上对他信任有加，此案也是命他检查，由他提出宵禁之事会。你先起草奏章，我同你和李慕云共同面圣。下官遵命。主子，主子，出事了！何事？瑞王上报，朔溪军饷出了纰漏，说送过去的军粮里有发霉的陈谷子。朔溪军现在接近断粮，圣上急召主子回宫，商讨应对之策。七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圣上召我入宫，王儿的安危就交于你和月宁了，切莫让他孤身涉险。放心吧，我和宁儿定然寸步不离。现在不是追责军饷贪腐的时候，解决军粮才是当务之急。可是今年的税收尚未收缴上来，户部一时实在错不开手来。那就去借，从何处运粮最快啊？回禀圣上，凉州距离朔溪驻地距离最近，且这2年风调雨顺，应尚有储粮。除去城中百姓用度之后，留给大军的应尚有月余。儿臣附议，若能有月余缓冲，户部便可重新筹措新粮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由太子亲自跑一趟凉州，军粮大事不可借他人之手，你立刻出发，快马疾行，亲自将这军粮送至朔溪，哪怕是余粮，也要亲自经你手去调配，以保大军冬日用粮。儿臣领命。竟有人敢打着军饷的主意，可见平日里朕行令是太过宽宥。老七，朕命你为监察御史，一定要把这蛀虫给揪出来，哪怕是事关皇亲国戚，也绝不能轻饶，宁可下监砍头，也绝不能放过一人。臣遵旨。那姓郑的
除了会伸手要钱，什么都做不成。在朔溪军厮混了1年，还是毫无建树。废物！军中不比朝堂，考个科举，寻个作师便能依次升迁。那群乡党皆是过命的交情，凭他个新人想要出头，谈何容易？趁此次朔溪军饷一案，正好让他往上爬几步，也不枉我们在军中布局良久。可圣上让燕池当了监察御史，只怕查来查去，反而会把咱们安插之人清除干净。那这些年花的银子、收拢的人手，不都白费了吗？母妃多虑了，这瑞王父子向来不和，燕池做不了瑞王的主。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找几个替罪羊送到瑞王面前。只要瑞王认定，燕池也只能束手无策。太子软弱无能，宋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父皇为何要让他去？还能为何？自然是为储君积攒名声呗。母妃再不服那个赵淑华，太子是从正宫的肚子里爬出来的。论嫡，论长，皆不可撼动。嫡庶自是没话可说，但论长论贤，哪里轮得到他赵淑华的儿子？若非晋王已死，他儿子算哪门子长？母妃就听我的吧。只要父皇一日不提废太子，咱们就别瞎折腾。忠永侯是只老狐狸，太子就算坐上高位，也没有好日子过。若能促成废太子，咱们就顺水推舟。若真让燕彻坐上那把椅子，儿子做一个实权王爷，不比他那个窝囊皇帝来的自在？哼，那可不行，我不能任着赵淑华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我与他同日进宫，同日与圣上成婚。哦，就因为他虚长我2岁就被册封为皇后，凭什么？不到最后一刻，谁都别想让我认输。母妃啊，儿子也想完成母妃的心愿，只是筹谋此事需要处处打点，才能稳住人心。你呀，也要省着些花。要想办成大事，你我不知道还要谋划多久啊！多谢母妃，母妃放心，待我将朔溪军的军权拢在手里，一定让那个赵淑华在您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你这又是一夜未睡。我听妮儿说了军粮案的事，可需要我去做什么？不必，都是些小人伎俩，不必你出手。不过这几天我不能时时陪着你了，有事尽管吩咐燕离。小的参见永慈郡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枉我风流殿下搬回车夫，也算值了。七哥自从知道我把骏马送给小宁宁，就盘算着要送你个更可仙的，所以我很早之前就打算送你辆马车，只是今天才得。平时看你从侯府出入，借车也不方便，自己骑马出行易风吹日晒，所以别看这马车小，可都是铁木制成，不惧火烧，寻常刀剑都穿不透。这马车何止有这些功能呀？哎呦，小婉儿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。你看，这些箱板里全都是独立的药盒，
还有你的宝贝仵作箱，可以放在这个暗格里面。哎，还有这个活动的小桌板，里面茶具、点心盒、雨具一应俱全。下面还有一整套琴具，专供你路上小憩。不用说谢谢。若是你心里边实在过不去的话，就给我绣个小荷包就行。可是我不会做女工。啊？绣荷包都不会？那怎么了？我也不会。不会才好。只有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后宅女子才会做这种事儿。真正的巾帼英雄哪会琢磨这些凡俗琐事儿啊？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反正我送你给我亲手做的东西就是。对，我一开始也打算是这样的。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我七哥终于开窍了。你尽管去忙你的，我等下去大理寺看观音镇的案宗，顺便看看沈公之前的笔录。李慕云可不是那么好相遇的，要不再等我几天？郑府尹会随我同去。你放心，我会小心谨慎，见机行事的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宅子那边我已经收拾好了，等我忙完就去看你。小宁宁啊，看到七哥他俩腻歪的样子，好像成个家也不错啊。你要成家就成家，跟我说什么？我又没说跟你成家，你急什么呀？郡主，所有疑案悬案的案卷都在此库中，不知李四卿的批部何时能到？见到批部，小的也好有个交代啊。郑府尹自会送来。两位郡主，郡主，永慈郡主奉旨查案，你怎么推三阻四的？是不是有意拖延啊？不，小的不敢，小的这就给郡主开门。郡主，可是这些？是，郡主按照对应的签号找到柜子即可。终于来了。奏效。文主，必须在李慕云过来前，尽快找到父亲和晋王案的卷宗。你的案卷怎么会不在这里？到底会在哪儿啊？多谢李兄肯为郡主破例。
郑兄说笑了，这件案子也是我的差事。剥皮案的案情尚未明朗，这拔舌案又来了，本官真的怕这顿板子逃不过去呀。李博元案，你去问问小婉还有多久？哪怕找出几个嫌犯，你我都能好过些。小婉儿，可要喝茶？半盏茶即可。先吃半盏茶。啊！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下官不知世子殿下在此，失礼之处，还望殿下海涵。好说。劳殿下久等。等等倒是无妨，只是此处格局太过无趣，连一个喝茶歇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害得本世子只能在这里干坐着。大理寺乃执法重地，本就不容闲人驻足。殿下若是不满，大可向圣上禀明。你，糟糕，忘了数到几坛纸了。都半盏茶了吗？小婉要快些啊，我要撑不住了呀。下官尚有差事在身，殿下若无吩咐，请恕下官先行一步。喂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喂，小王子，李思清，出了何事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他非要推我一把。李思清，怎么把永宁郡主气成这样啊？本官恐郡主私闯库房重地，遭人非议，特与郑府尹前来送批，却不知永宁郡主为何拦着本官？是我怕被人打扰，让永宁郡主在外面帮我看着的。原来如此，那是本官唐突了。我这就去将批部送往监库。李思清留步，永慈还有一事请教。郡主请讲。观音镇杀人案中，指认张栋玄的证人证言，都只能证明其与受害人接触过，并未有目睹其行凶，或证明其在现场的实据。昨日我也已探明，张栋玄确有血晕之症，绝无可能是观音镇的行凶人。李思清，郑府尹，可否同意判他无罪开释？永慈郡主的医术无人能及，有郡主做担保，我马上安排他出狱。另外，此案既被审议列为疑案，那案卷中为何没有审议批注的疑点线索？是下官疏忽了，我这就着人查清此事。此事就有劳李思清了。若能有审议发现的线索相助，也许能够避免京城重现观音镇的惨案。郡主所言极是，本官必定竭尽全力。郡主，郑府尹，城西醉仙楼冰窖发生命案。我的老天爷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啊！郡主，我们这就赶往现场。我也去。不是为了审议而来，难道他不是审乱？原来是为了救我。